解放军在这6个方面是有绝对优势的。那既然就是解放军成了优势，那台湾的军队那不就是一个劣势吗？所以那劣势在他认为那就是要打败仗的呀。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伟东。最近呢，这个台湾的军方做出一个评估，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呢，它这个建设的速度很快，现在呀，在对台作战上有了6项能力都超过了这个台军啊，就是说，如果他要采取军事行动的话，在6个方面都是处于一种压倒的优势。哪些6个方面呢？说情报、信息、侦察，还有打击。还有这个战略支援，这些方面呢，解放军都是处于一种绝对的领先的这个优势。那么他为什么要发表这样一个报告呢？就是说，如果台海两岸发生军事冲突的话，解放军在这6个方面是有绝对优势的。那既然就是解放军成了优势，那台湾的军队那不就是一个劣势吗？所以那劣势在他认为那就是要打败仗的呀。那怎么办呢？那赶紧就是拨钱，拨人，赶紧加强吧。哪些方面弱了，就要加强哪方面吧。比如说，信息方面弱了啊，这个怎么办呢？那就从美国买这些通信器材吧。还有呢，他说打击能力上，解放军现在是有隐身战机的呀，比如说歼20啊，现在越来越多的装备部队，而台湾。不要说有隐身战机，它现在连探测隐身战机的这种雷达装备都没有啊，那赶紧从美国买吧。买什么呢？比如说美国现在是 E2D 啊，就是从航母上起飞的一种咱们讲就是预警机，因为原来是 E2C 就是鹰眼，那 E2D 呢 ABCD 的 D 是超级鹰眼。据美国说呢，它是能够探测到就是隐身目标的。那既然解放军有隐身的战机，那台湾岛也应该买这种 E2D 的预警机这样才能探测到就解放军的这种隐身的战机所以你看，在这个探测方面还要买吧。那这个火力压制上，仅靠台湾的什么雄风2、雄风3呢，靠这些导弹可能还不够，那就再继续买吧。比如说要买美国的比如说从空中能够打得更远的AGM-88这种反辐射导弹，因为要对抗解放军的雷达部队要对抗它的这个战略支援，就是信息化这样的支援的部队所以还要从美国买武器。实际上当他讲完这6项之后你要是一分析陆海空天电各个维度各个领域，台湾没有一个他不落后，没有一个他自己能够说顶得住。所以他发布这样一个报告，就是要钱，就是要拿更多的钱去向美国去买武器装备来抗衡就是解放军这种军上的优势。但是我说了，你即使是要来了钱，美国会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卖给台湾吗？美国是要从台湾榨取钱，但并不会把最先进也就是美军用的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卖给台湾。那么卖给台湾的，即使一些二手装备或者不太先进装备，价格可是一流的他卖给就是像以色列或者卖给日本卖给韩国可都不是这个价钱那卖给美军更不是这个价钱了。所以呢，就是要从台湾榨取更多的钱来就是填饱美国军火商的腰包，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台湾当局的领导人呢，就是要挟洋自重，就是要给美国送钱才能拉住美国来给他撑腰打气。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6项能力就是这样出炉的。那我说了，不要说这6项能力，你再多的能力，可能要是我们再算一下的话那你比如说这个更大的范围，比如说这个军事力量整个的后勤的保障、供应预备队等等那这些项目可能就更多，就不止6项，可能达到10项了。我说即使是台湾说我现在解放军可能只有2项是优于台湾的，但是我只讲一个问题，
人心的向背啊！过去你国民党100万大军靠着美式装备都打不赢，为什么？不得人心呐！那你现在民进党当局得人心吗？你没有民心啊，你这个军事行动能打赢吗？你买再多的美国武器也不管用啊！所以我们讲，就是通过这个评估报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看到了台当局的这个挟洋自重啊，以美谋独，而真正的啊，就是说他的目的就是想多要点钱，然后呢去填饱美国军火商的啊这个集团的利益，然后呢来拉着美国这张就是大旗做虎皮来吓唬人。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